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。大家好，我是雷文，欢迎收看红白机游戏终极鉴赏系列，今天是第36期。在前面有一期节目里提到过1988年卡带售价普遍上涨的问题，在当年6000日元左右一盘卡带，对于我们这些国内普通家庭的玩家来说，那就是天价。其实对于当时日本的很多中小学生群体也不算便宜，游戏卡带并不是想买就能买的，大容量的卡带通常价格更高。另外，随着市面上每月发售的新作数量增加，导致一些非大作卡带很快就会过时，零售商也需要清理库存，有些卡带就会大幅贬值。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，催生了二手市场和换卡的文化。多数二手店提供以旧换新的服务，通常3个旧游戏换1个新作，还要补差价。校园里流行卡带互换、合伙购买，还出现攻略秘籍卡带共享组和借卡带通关小组这样的集体。Famicom杂志上也出现了卡带交换和出售的投稿页面，发布读者的换卡和出售信息。今天咱们一起来看看88年5到6月发布的游戏。队长小艺，也翻译为天使之翼或者足球小将，改编自高桥阳一著名的同名漫画，漫画的影响力已经无需多言。这款游戏是该系列的第1部，后来也推出了多部续作。本作首先发行了日版，在92年发布了美版和欧版，这2个版本的游戏名直译叫做特库摩杯足球赛，基本玩法没有变，但故事内容和人物角色都做了更改，和原作没有什么关系了。主角被换成了一个叫做罗宾·菲尔德的青年，其他的角色也全部替换成了欧美的形象，还换了游戏的音乐，加强了守门员的能力。这里当然是以日版来进行介绍。本作的内容涵盖了漫画的中学生篇和少年篇的故事，玩法上把足球游戏传统的计时制和模拟类型相结合，开创了一种新的实时模拟类型。这作里讲述故事情节的部分比较少，会穿插在重要的比赛前后，大部分的内容还是比赛的环节。前半部分控制大公益所在的南葛中学，参加日本国内的第16届全国中学生比赛。每场比赛开始前有一个赛前的准备，前半部分赛前会议用处不大，有建议和备忘2个指令，简要的描述对手的特点。进入比赛后，进攻时控制拿球的队员带球移动，下方的球场缩略图查看所在的位置，其他的队员自动移动。在自由状态或遇到对方防守球员时，时间暂停，用方向键选择传球、过人、射门，配合几个指令。选择传球的话，还要选择传给的目标队友，配合只有包括小艺的2个人可以执行。球员有体力值，游戏里被称为干劲，执行指令都要消耗体力。每个球员都有自己的等级和属性值，除了体力，进攻时的属性还有射门、传球和过人。我方防守时遇到对方带球的队员，也是方向键选择指令，有铲球、断球、盯防和保持位置。防守的属性值也包括了铲球、断球、盯防。守门员的指令有接住球和将球击出的选项，所有这些指令的成功率取决于双方数值和操作的位置。当然，游戏里最吸引人的还是还原了原著当中的必杀技，小艺和其他的重要球员可以使用自己独特的必杀技，但要消耗大量的体力。前半部分的全国中学生比赛要完成8场，最后一场对阵东邦，获胜后播放一段经典的剧情。进入后半部分控制日本青年队，一场友谊赛之后前往法国参加世界大赛。这部分的赛前会议添加了查看胜负积分和调整阵容的选项。从小组赛到淘汰赛，面对世界豪强，决赛的对手是当时的西德队。这部作品在忠实地呈现了原著魅力的同时，还采用了新颖的游戏形式，确保了游戏性，也展示出漫画角色的特点，可以说结合得相当好。作为初代作品，奠定了系列的基本玩法，但平衡性上还不太好，对手实力的跨越过大，不同球员之间的能力差异过于明显，系统也需要优化，如对方带球时只能等待自动上去防守，无法操作。不过总体上这还是一部优秀的作品，个人评价4颗星。赤色要塞，科乐美推出的经典射击游戏，是1986年街机作品，
特殊部队加卡尔的移植改良版本。加卡尔是英文 Jackal 的音译，意思是豺狼，是游戏里玩家的队伍名称。红白机的版本在街机的基础上做了些改动，最先在磁碟机上发行。这个版本的游戏名直译是最终命令赤色要塞。同年10月发布了美版卡带，沿用了街机版 Jackal 的名字。两个版本有些差别，国内玩家原来接触的应该大部分都是美版，磁碟机版本只有5个关卡，开始的第一关类似于美版的第2关，而且场景只能垂直滚动。但这个版本双人游戏有2种模式，一种常见的双人分别控制2台吉普车，另外一个独有模式，双人在一辆车上，一个人控制机枪，另一人控制手雷。美版有6个关卡，除了多了第1关，第6关也增加了一大段的内容，画面除了垂直滚动也能左右滚动，关卡之间还增加了过场画面。下面以美版来介绍。19XX年的一天，煽动独裁统治的国家绑架了重要的军事人物作为人质，政府总部派出了4个经过严格训练的队员，组成豺狼部队，负责营救人质并摧毁敌军总部。游戏以俯视角呈现，玩家控制了吉普车，B 键发射子弹， A 键一开始是扔手雷，速度较慢，但可以穿越障碍物。普通的敌人小兵可以开车直接碾压。在关卡里，除了前进消灭敌人，最有特色的是救出房子内的俘虏，将房子炸开，把俘虏们装上车，营救到金色闪烁的俘虏，手雷升级成火箭弹，再次获得闪烁的俘虏，能继续升级火箭弹爆炸的扩散范围，最高到4项扩散。将这些俘虏运送到特定场景的我方直升机，获得额外的加分，达到一定的分数有奖命。有些地方能发现隐藏的五角星，黄色五角星全灭屏幕上的敌人，闪烁的五角星直接将火箭弹升到顶级。关卡末尾都有 BOSS， 美版的6个关卡分别是海滩、废墟、码头、沼泽、战场和最后的敌方总部。这部作品是介绍的最后一款老4强游戏了，在国内的知名度自不用多说，游戏整体素质优秀，双人合作更添乐趣。开车战斗加救人质的题材也很特别，搭配动感的音乐，战斗爽快感十足。个人评价4星半。深入地下城3，成为勇士的旅行。蜂鸟软件开发，史克威尔发行的地下城角色扮演系列的第3部作品。第一部是86年12月的魔动战记，第2部是87年5月的勇士的文章，分别在第16期和第21期里介绍过。前2部都在磁碟机上，而这作以卡带的形式发布。之前大力支持磁碟机的史克威尔实际上已经基本放弃了这个平台。88年仅发布了2张复写专用磁盘，就再没有后续了。这部作品里，前作的拉尔和他的后裔已经成为了传说。一个村子里的男孩从小听着剑客拉尔的传说长大，并立志要成为同样的勇士。他在一个名叫迪里格的国家卷入了离奇事件，一夜之间，各地街道被高墙包围，国王和公主被怪物带走。总体上还是一个传统的 3D 地牢形式。和前2部不同的是，本作可以组成最多4人的队伍，并且有多个城镇和地牢。除了主角的剑客职业，3个同伴可以选择游侠、法师和牧师，但实际上如果不是一人一种职业，基本没法玩。在装备店和道具店准备一番后，前往地牢。这里采用了一种叫做实时遭遇的系统，即使停留在原地不动，也有可能遇敌。遇敌后最多一次出现9个敌人。传统的回合制战斗，右侧显示4个人物的等级 HP 和 MP， 队列变更要在旅馆进行，主角剑客只能放在首位，不能改变，法术也需要到特定的地点学习。这部作品的特点乏善可陈，本身该系列基本就没有故事情节，对话也很少，音画水平也不怎么样，重点就在地牢的探索上。受了勇者斗恶龙和最终幻想的影响，这里加入了队伍系统，增加遇敌后敌方的数量，但平衡性变得极差，随机的数据有很大的波动，被初级小怪秒杀的情况也有可能出现。地牢里的敌人分布设计很不合理，有的地方没有敌人，有的地方处处强敌，这些都使得探索过程变得艰难，在水准上还不如前面的2作，个人评价2颗星。
名侦探福尔摩斯物质伦敦杀人事件，这是托瓦奇基东和奇发行的一款游戏。之前介绍过这家公司另外2部作品，福尔摩斯伯爵令园诱拐事件和艾努纳财宝，这2个都是垃圾游戏。本作算是伯爵令园诱拐事件的续集，但游戏形式从之前的动作类变成了侦探游戏常用的文字冒险类型。游戏里的故事基本算是原创，有部分内容取自小说里的桥段。一天晚上，一个女人拜访了福尔摩斯，这名女性的父亲失踪了，福尔摩斯接受委托展开调查。与此同时，伦敦发生了多起凶杀案，随着调查的推进，这些事件被线索关联起来，玩法上回归了传统的指令操作，都是侦探冒险游戏中常见的指令，有不少对话都要执行同一个操作好几遍，对方才会说出有用的信息。调查场景时会出现一个放大镜的图标，用它在画面中点击，这里对放大镜的判定非常严格，位置要很精确。在伦敦不同的场所之间移动是在俯视的大地图上进行的。福尔摩斯和华生2人在街道上行走，伦敦市区的房子排布显得很混乱，游戏情节相关的建筑很多都没有明显的特征，在没有攻略的情况下相当难找。这里有一张攻略地图，能看出整体的情况。有些操作是需要花钱的，比如能乘坐马车到达一些地点，或者发电报和几个特定的人物联络。如果到了必须花钱的剧情时，身上钱不够了，游戏就会卡死，所以钱不能乱花。基本上来说，一个以福尔摩斯探案为题材的游戏，采用文字冒险的形式，只要剧本上过得去，它就是一个安全的作品。本作的原创故事设计的一般，但调查的过程能够展现出小说里主角探案时的一些特点。设计上的问题如上面提到的放大镜和钱这些，背景音乐还不错，整体算是东和奇比较好的游戏了，个人评价2星半。假面忍者赤影，这是一款漫改作品，漫画是横山光辉60年代创作的，1966年至67年连载于小学馆的周刊少年星期日，紧接着推出了特摄剧。1987年到88年由东映制作成了动画，之后趁热打铁，在红白机上发布了游戏。漫画有好几部，基本上讲述了战国时代影之一族的3个忍者赤影、白影和蓝影与不同敌人战斗的故事。动画和游戏的故事接近第一部漫画的内容，影族的3个忍者接受织田信长的委托，和金木教以及幻魔城的敌人战斗，类型是传统的横版动作。开始时控制赤影，也可以切换成白影和蓝影，这2个人物使用有次数的限制，每次出现后下方有一个倒计时，时间归0变回赤影。白影的移动慢，但法杖攻击威力大，蓝影移动速度快，武器是回旋镖手里剑。场景里有些地方有红色的爱心，只有赤影能在此获得物品和信息。赤影的武器有5种，显示在画面的下方，可以任意切换，分别是忍者刀、手里剑、爆弹、地雷火和回旋镖手里剑。某些 BOSS 只能有特定的武器才能对付。还有5种忍术：乱发攻击、缠绕并收紧敌人造成伤害，还有烟狱、光狱、诅咒水狱和空狱，效果就是短暂无敌、全屏攻击、分身等常见的类型。游戏的流程分为3大部分，基本上按照动画片里的顺序。第一部分从荣町开始，到甲贺森林、岩谷村、大鹰之森、鬼念坊之森、鬼面山，然后摧毁金眼雕像，获得卷轴。第二部分还是之前的7个场景，但增加了一个武士住宅，要获得剩下的2个卷轴及其3个打开通往幻魔城的道路。进入幻魔城又是新的场景，还得面对不同的 BOSS。 我在做这个游戏介绍的时候才想起小时候玩过这部作品，当时在第2关对付大鹰的地方不知道要用手里剑打头，一直卡关。其实游戏的难度不算大，路上的杂兵大部分都不用管， BOSS 战找到克制的方法后也不难。作为一款动作游戏，素质比较普通，没有特别突出的，也没有什么大的缺陷，但它胜在忠实再现了动画里的内容，不仅是几个主角的特点，动画里的敌人头目这里基本上全都涵盖了，而且特点也做得很到位。游戏评价3颗星。
Namco 高尔夫。南梦宫终于也在红白机上发布了高尔夫游戏，这次没有用家庭系列命名，原名直译叫做南梦宫经典。开始界面有回合模式和比赛模式两种，回合模式就是一个18洞的练习，可以2到4人同时游戏。比赛模式参加所有30场巡回赛，并依据排名与其他的职业选手竞争奖金，从24洞中选择18个，有6洞是练习模式里没有的。两金比赛的玩法也很丰富，在人物上有11个现实中的高尔夫球手可供选择，每个球员有自己的球杆组合，还有3种不同的属性，分别是控制、出手力量和光标位置，也可以自定义创造自己的球员。进入球场后，操作和以往的高尔夫游戏有些不同。击球分成3个步骤，第一步，远景的俯视角俯瞰整个场地，下方显示标准杆、风向等信息，在这个画面选择球杆，并移动光标调整击球的方向。第二步，变成人物后方的视角，画面下方有一个高尔夫球，上面闪烁的光标调整击球的部位，可以增加旋转。第三步，准备击球，画面下方变成力量滚动条，这里和之前的游戏类似，第一下按 A 确认击球力度，第二下确认切球或勾球。但这里有一个细节设计得很好，如果击球力度越大，第二下光标往回滚动的越快，力量越小，回滚的越慢。超过力量的最大点位还可以取消，这让操控性变得更好，而且也符合实际的情况。球场的设计方面，很多场地难度都比较大，对技巧的要求较高。这部高尔夫游戏可以说在之前的同类作品基础上又提升了一步，除了球杆、地形、风向这些模拟做的都很到位，击球步骤和操作的方法设计得很不错，更加细致的技巧，操控性也更好。但这种设计不太适合新手，后来的很多高尔夫游戏也吸收了这样的方式。另外，只有1个完整的比赛球场，数量较少，个人评价4颗星。忍者军阿修罗之章，这是1985年5月发布的忍者军魔城的冒险的续作，前作在第4期节目里有介绍过，和前作一样，这作也是从街机上移植过来。这里要说明一下，忍者军这个系列原本是 UPL 这家公司的作品，红白机上的第一作是授权给了杰里可发行的，本作是 UPL 自己发行，这也是该公司唯一一款红白机游戏。而忍者查查丸这个系列之前讲过，主角查查丸和忍者军不是同一个人，所以查查丸被定义成了外传作品，实际上它是杰里可自己弄出来的一个系列。在前作中将怪物赶出城堡并夺回宝藏的忍者军，在主人的指示下进入怪物的据点，击败他们的首领阿修罗。一开始游戏在3张花札里选一个，决定前面几个关卡的内容，后面第8关也有选关的地方，但却是根据忍者军进入不同的洞来决定。游戏是祭死的设定，大部分关卡要到达终点过关，也有的关卡目标是要全灭敌人。关卡里能获得卷轴，过关结算时卷轴有额外的加分。前作基本的玩法都有保留，像发射手里剑攻击，可以通过撞击让敌人眩晕一段时间，敌方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对付玩家。另外也增加了一些元素，忍者军可以粘在墙上爬行，粘住后要不停地按跳跃键向上爬，或者像这样在墙壁上进行反弹跳跃，但这个操作按跳跃键的时机要把握好。每过几关就会有一个这样的攀爬场景，过关后能得到新的武器，包括回旋镖、炸弹和剑。场景里有时能得到强力的火焰攻击，但有时间的限制。关卡的形式比前作要丰富一些，总共有31个关卡，有横向版面的，也有纵向跳跃，还新增了水下的场景，有些关卡还有 BOSS 战。红白机的这个移植版虽然做了简化，但基本上移植了街机的全部元素，这一点算是做得不错。本作虽然是可爱的角色，但难度却相当的高，操作手感略显僵硬。关卡形式虽然丰富了一些，但31关的数量还是有不少相似的内容，整体上算是可玩的一部作品，个人评价3颗星。番茄公主，哈德森发行的一款文字冒险游戏，原版于1984年发布在电脑端，
移植到红白机上，先后发行了日版和美版。红白机的画面进行了重新绘制，修改了系统，并增加了新的元素。游戏是童话风格的，虽然有人类角色，但主要都是一些拟人化的蔬菜和水果。在沙拉王国，各种蔬菜和水果在洋葱王的统治下和平相处。有一天，南瓜德阿布雷尔部长领导的南瓜氏族发动政变，洋葱王被推翻，沙拉王国被接管。南瓜自称南瓜王，对蔬菜实行暴政，但蔬菜却组成了以洋葱王的女儿番茄公主为中心的起义军，但公主被绑架并囚禁在城堡里。玩家扮演一名黄瓜战士，要拯救番茄公主。由于是从电脑端移植，早期这类电脑端的文字冒险游戏是用键盘输入指令，来到红白机上没有了键盘，直接将可用指令全部固定放置在屏幕的两侧，这就少了电脑端的找词环节，变相降低了游戏难度。故事的开头遇到柿子男孩士巴，他会加入成为配角，时不时给予提示和帮助。除了常规的指令探索和对话，红白机版还有 3D 地牢的内容。在地牢里的操作是先选择移动指令，画面下方出现一个方位指向，然后用方向键控制移动。找到物品时使用拿取指令。这里也没有什么杂兵的战斗，主要就是探索。在整个冒险过程中，战斗只有一种方式，遇敌后先选择战斗指令，然后就是玩一个叫做手指大战，也被称作看那边的小游戏。规则是双方先石头剪刀布，胜的一方用手指出一个方向，对方要看向不同的方向，如果看向的方向和手指一致，则指方向的人获胜。消耗完下方敌人的头像，就相当于消灭对方。整个游戏的过程中，能看到不同蔬菜水果的普通市民被迫害的生活，还有反抗军队的抵抗运动。流程分为几个章节，地点从小镇郊区出发，穿过小镇、治安所、帕塞里克森林、洞窟等3D 迷宫，还有胡萝卜高原，最后来到南瓜王的城堡。这部作品主要对象是少年儿童群体，因此设计风格可爱，氛围也是轻松搞笑，游戏难度不大。解谜内容即便遇到了困难，也可以挨个尝试所有的指令，强行通过。据说当年收获了很多小女孩粉丝。游戏的音乐不错，每个章节都有独有的 BGM。3D 地牢比较容易迷路，个人评价3颗星。将军。虽然在资料中显示游戏是由 Hector 开发和发行的，但来到标题页面会发现是另外2家公司的名字。由于本作过于冷门，在网上基本查不到关于游戏的资料，因此不知道当时的开发细节，只知道前一年在 MSX 平台上有一款这样的作品。最终的目标是要当上幕府将军。游戏玩法很特别，总共有40个角色人物，他们都生活在一个迷你版的日本地图上，可以在40个角色当中任意选择一个游玩。每个人的图形都是唯一的，并且有自己的各项参数和属性值，其中有大名、武士、牧师、强盗、外国人、渔夫、商人，甚至是农民。有些人物的名字来自詹姆斯·克拉维尔的小说《幕府将军》。通常大名和武士的初始能力更强。进游戏后，画面上方显示日期，力量相当于人物的生命值，还有当前拥有的金钱和仆人。一开始是没有仆人的。还有一项显示持有的物品，最多同时拥有6件物品。整个的流程需要招募20名仆人，加上自己21个人，就超过了总人口的半数。然后找到3个卷轴，就能当上幕府将军。但一开始如果选择了比较弱的角色，得首先提升自己的实力，可以在场景中找寻物品，收集武器和盔甲提升战斗力，收集食物能提升力量，也就是生命值。季节变化会改变周围的环境，也会对角色的属性值产生一定的影响。切换右上方方框里的图标指令与其他人物互动，人物的属性还有野心、交战度、知识和忠诚度，这些属性会影响和人物对话和互动。通过与对方交手或者送礼的方式招募其成为仆人。战斗是自动进行的，切换到对战画面后，2个人物不停地对撞，直到分出胜负。招募到的人物如果忠诚度过低，容易叛变，给钱能够提升忠诚度。招募人数够了以后，去找到卷轴，它都藏在大明的城内，集齐后就能通关。
这部作品的玩法在当时肯定是很新奇的，不过呈现出来的内容过于单薄，放在当年的红白机上似乎有些超前了，初上手不知道怎么玩，会有些无所适从。了解了运作规律之后就变得很简单了，能够看出它的一些设计对后来游戏的影响，但单看这部作品本身，离成熟的游戏还差了很远。个人评价2颗星。圣斗士星矢黄金传说完结篇。万代在1987年8月曾经发布了《圣斗士星矢黄金传说》，在第24期节目里有介绍过。在之前的这个作品里，故事情节只做到黄金12宫的前面一部分，而且游戏系统的完成度很低，只能算是个半成品，因此才有了本作黄金传说完结篇。这部作品的故事只包含了黄金12宫的内容，从雅典娜被金剑刺中开始，在12小时内突破圣域黄道12宫，与教皇会面，系统和玩法也在前作的基础上做了减法，包含横版动作的杂兵战和面对黄金圣斗士时的回合制战斗。每关开始前都能在几个圣斗士之间选择，开始都是横版的场景，常规的操控方式，出拳攻击和跳跃。画面下方显示小宇宙和生命值2个横条，小宇宙相当于攻击力，数值越高，动作场景中的攻击距离和伤害也会增加。最下面的长条是第7感，消灭敌人增加第7感，相当于赚取经验值。生命值和小宇宙都要依靠它来补充，所以需要适当多刷些杂兵，如果在场景里刷得太久，会有石头掉落。通过横版场景变成和黄金圣斗士的1v1回合制，下方的4个指令分别是战斗、对话、换人和显示参数。选择战斗指令后，如果有招式，再选择对应的招式攻击敌人，消耗对方的小宇宙和生命值。对话指令也很有用，和前作一样，有可能触发特殊对话，增加第7感，削弱敌人等各种事件。基本上每次突破宫殿后，角色的小宇宙和生命值上限都会增加，然后在横版的场景里继续刷第7感提升能力。如果是按照原著的故事来选择每个宫殿的角色，基本上可以再现原作的事件，比如第3宫双子座使用冰河会被传送到异次元空间，第4关子龙对巨蟹座会被送往冥界，第6宫处女座舜被击败后一辉出现，沙加使用6道轮回等等。小时候玩这个游戏不知道可以刷第7感，导致它成了一个超高难度的游戏，从没有通过第3关。也是因为黄金圣斗士这样的难度设计，在横版的部分不得不多刷第7感。实际上横版内容做得并不好，主要还是靠原著的人气，游戏某些时候也要求玩家使用和原著相符的角色才能通过。因为动画是一代人的回忆，肯定是有滤镜加持的，单从游戏本身的素质看，比前作要强上不少，但也不算特别优秀，个人评价3星半。宇宙刑警，游戏原名的直译叫做宇宙警察加利万，最早是日本物产1985年发布的一款街机游戏，后来陆续移植到了几个电脑端口。1988年发布红白机版，和街机版的游戏差别很大，类型也从原来的动作射击变成了动作角色扮演。1993年还在超任上出了一部续作。太空联邦警察一直与黑暗组织作战，但在面对黑暗组织的首领，损失了许多战士。最后一位战士加利万被派往敌方星球进行战斗。主角一开始的武器是刀刃，可以横砍也可以向上刺击，消灭敌人获得经验值。当前的等级和经验都显示在左下方，下方中间的3项 HP 是人物的血量， CP 是水晶之力，一开始为0，后面使用射击类型的武器和特殊物品时会消耗 CP， 随着等级的提升， HP 和 CP 的最大值也会上升。还有一个 GP 的量表，消灭敌人有时掉落字母 P， 拿取后 GP 量表上升1格，当填满量表时会变身并装备套装，这时受到的伤害减半，如果受到攻击 GP 量表会减少，归0时变身消失。武器道具系统是本作最大的特色，画面的右下方3个图标表示3个类型的武器和道具，基本上是通过击败 BOSS 或者发现友方角色获得。
第一类剑的图案1B 是刀刃，又有光束之刃、金属之刃、火焰之刃、激光之刃、雷霆之刃、超级之刃和宇宙之刃7种类型，每种都有自己单独的武器等级，和角色的等级相互独立。使用某种刀刃武器消灭敌人，提升该武器的经验值。前6种刀刃都是从 C 级升到 B 级再到 A， 第7种宇宙之刃的获取和升级要达成多个条件，等级从 F 提升到 A， 必要条件是前面的武器等级每达到一个 A 就升1级。右下方第2类 W 的图案 2W 是发射类武器，需要依靠它们打开特定的门和墙壁，有超级雷电、宇宙回旋镖、胶囊轰炸机、火花球、棱镜波5种，使用所需的 CP 值依次增加。第3类特殊武器 3I 也要消耗 CP， 有几种用于发现隐藏道路的水晶，抵消敌人子弹的刀刃强化，免受伤害的屏障护盾，飞行的喷气鞋， GP 量表回复和 HP 回复的生命胶囊这些。最后还有一类拿到后即刻生效的物品，名称都是以 Cosmo 开头，有单独生效的，如 Cosmo 鞋子增加跳跃力，有些是配合上述3类物品的，像 Cosmo 手臂配合宇宙之刃使用。游戏里共有6个大的区域，击败该区域的大 BOSS 才能通往下个区域，并且只能用该区域内最新的武器才能消灭它，因此探索收集这些武器是必须的。这部作品的素质相当高，动作的操作流畅，内容庞大而且丰富，有探索解谜，但都有提示，并不为难玩家。与敌人的一些杂兵和 BOSS 战斗需要一定的动作技巧，也可以依靠刷怪升级弥补一些技巧上的不足，但高等级基本也能保持平衡性。武器升级稍显麻烦，前6个刀刃武器之间如果不升满，最后要升宇宙之刃就不太好打。另外音乐的时间听长了有些聒噪。由于这部作品发布时不算热门，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，翻米通的评分29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的品质也逐渐被认可，个人评价4颗星。红白机侦探俱乐部消失的继任者后篇。在上一期的节目里介绍了前篇，游戏的特点这里就不再重复了。故事的部分，主角的身份是空木侦探社的助手，一名17岁的少年侦探，不慎摔下悬崖而暂时失忆，重新回到事发现场时，遇到了侦探社另一个助手局部美。主角继续调查富豪林城家的当家林城局的突然死亡，他的突然死亡以及继承人的失踪，引发了整个林城家的混乱。此后开始出现杀人事件，家族财产相关的继承人有失踪多年的女儿林城百合，他拥有继承人的信物，另外还有侄子林城完治、林城二郎和侄女等人。随着剧情的推进，林城家与继承相关的人先后死去，失踪了林城百合的故事也逐渐呈现。最后找到幕后真凶，主角记忆恢复，然后发现百合就是他的生母。游戏的剧本在当时备受好评，也奠定了本作的口碑。主角失去了记忆被利用，从一个调查的旁观者逐渐恢复记忆，变成和案件有关的人员。这一点和其他的侦探类游戏完全的旁观视角有些区别，也体现在了故事的叙述上。磁盘版分成了2篇发布，在当时这类作品当中体量算是很大的，整个流程顺利下来得7-8个小时左右，其他的没有什么太突出的。Switch 的重制版重做了画面，加入配音，放在今天这个流程的长度就不算什么了。之前有提到过，本作主要是体验故事，解谜推理的部分有些弱化，所以玩起来不是很难。个人评价3星半。超惑星战记 Sunsoft 发行了一款动作射击游戏，最先发布了日版，同年11月发行美版，1991年发行欧版。NES 版的名字是 Blast Master。FC 版和 NES 版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设定。日版里，一个虚构的索菲亚第3行星被英贝姆暗黑星团袭击，科学院开发了终极武器金属攻击者，并选中天才少年凯恩·加德纳驾驶它与敌人战斗。NES 版里的故事，主角杰森和他的宠物青蛙弗雷德掉入了一个洞里，找到了一辆坦克索菲亚，并用它来对抗放射性变种人。
这里还是用日版来介绍。一开始控制战车金属攻击者，它非常灵活，可以朝多个方向射击，还能跳跃。左下方的 Power 竖条表示战车的血量，消灭敌人掉落字母 P 能回复血量。战车还有3种特殊攻击的武器，按暂停键在菜单中切换，有数量的限制，一开始为0，在后面的场景获得相同图案的道具补充弹药，分别是单发的自导导弹，有跟踪的效果，闪电攻击看着很厉害，但有时打不中敌人，多弹头导弹，朝一个方向同时发射3枚导弹，有些场景战车无法进入，这时按下选择键让驾驶员下车，控制他进行战斗。在横版的场景里，如果凯恩从高处摔下会受到损伤，太高了就直接挂掉。人物的血量和战车是分开的，回到战车里，人物的血量直接补满。当人物进入到特定的门内，切换成俯视角的场景，在这里不能跳跃， B 键发射子弹， A 键扔手雷。除了能获得刚才提到的战车的3种特殊武器补给，字母 P 恢复的是人物血量，字母 H 能提升战车的悬停能力，但要获得该能力之后才能使用。另外，画面左侧有一个杠的量表，表示人物的武器强度，获得枪的图案填充一格，威力上升，提升攻击覆盖的范围和射出子弹的形式。如果人物受到伤害，武器量表也会下降，闪烁的道具提升效果会更大。游戏分成8个大的区域，每个区域内都是开放式的，要探索并消灭该区域的 BOSS。 战车会获得武器增强装备和新的能力，包括进入水下，在墙壁和顶部上行驶以及悬停等等。游戏里还有一个和洛克人1代类似的 bug， 扔手雷爆炸瞬间按下暂停键，能对敌人造成持续的伤害。这部作品作为一款动作游戏，操作很流畅，之前也从没有见过这么灵活的坦克。战车行进过程中，轮子的旋转加上车身上下震动，形成了极佳的动态效果。内容也很丰富，广阔的区域，不同的战斗方式，难度具有挑战性，但也不算变态。很多地方容易受伤，但血量的补给充分。俯视角人物战斗时受到伤害，枪的威力量表下降，这个设计很麻烦。BOSS 不好对付，面对 BOSS 时，强力武器的优势要大得多，但前提是有足够的技术能在前面保持住不受伤害。流程较长，没有存档和密码也是一个缺陷。画质和音乐都很不错。Famitong 给这作的评分是32分，黄金殿堂。个人评价4星半。1943原版是卡普空1987年推出的街机作品，算是1942的续作。不久后还发布了一款1943改，红白机的移植版玩法上做了一些修改，只能单人游玩，加入了一些原创的元素。街机版里和前作一样，为了迎合北美市场，以2战太平洋战争为背景，玩家驾驶美军的 P-38 战斗机与日军进行战斗。而在红白机版本中，敌方变成了虚构的国家，敌人的名字也改成三国里的各种人物，美军的设定被模糊化，关卡数也从街机的16关变成了24关，开始独有的自定义加点，为飞机分配额外点数，提升性能。5项属性分别是攻击力、防御力、能量、特殊武器和武器使用时间。进入战斗后，从航母上起飞，右下方显示能量，随着时间逐渐消耗，受到攻击下降得更快，但能量降到0不会立刻挂掉，还有一次承受伤害的机会。按 A 键释放强力的闪电攻击会消耗能量，击破红色编队的敌方飞机掉落道具。 Power 图案增加能量，不断射击道具，图案会发生变化，可以变成其他的武器，获得的武器有时间限制，显示在左下方。如果继续射击道具，到最后呈现一个燃料箱的图案。当按住 B 键，相当于蓄力，可以发射穿透效果的激光。风车可以补满能量，场景里也能找到其他隐藏的补给道具，还有机会通过隐藏的物品进入升级画面，分配额外的升级点数。由于后面的关卡难度较大，找到隐藏的升级位置是很有必要的。和前作一样也有僚机，但这作里获得的机会要少一些。关卡末尾都有一个 BOSS， 清除后出现结算画面，还有一张大的效果图。如果击破率不足，这关还得再来一遍。这座相比之前红白机版的1942移植的质量要更好，
在基础层面，画面更加稳定，飞机的运动也很流畅，和阶级不同的独特设计也受到了好评。特别是升级系统，相比前作内容要更加丰富，还加入了音乐，不再只有哔哔声。但我觉得作为一款早期的飞行射击游戏，24个关卡有点太长了，后面的部分多少有些相似。个人评价3星半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后面我们接着讲88年6月的作品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